只是它的一个信号的一部分嘛。对，我就可以多部位采集，从浅到深的，能不能找这种规律？当然这种事情，我看国外有专家这么做，装了有10根左右的 DBS 电极。当然这种方法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做，当然可能怎么去伦理上过，但是我觉得，当然我说如果退一步讲，我说如果我用一个灵长类，当然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资金去做，目前，当然如果有这种机会，说我找一个灵长类，用新的电极，我从皮层、基底核团到脊髓，尤其可穿戴的，让它动，我测出这海量数据来，这些数据将来就可能把整个神经系统怎么去运作的，它一些深层规律，可能就通过这种大数据可能会呈现出来。目前我们呈现不出来，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所探测的还是非常有限。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在医学检测上也经常用 X-ray 或者是 MRI， 然后有没有考虑过用这种图像去结合这个 AI 以及您说的这都有的。现在这个你像咱们现在其实分投资在做，对，就是用这种，因为它都有一种数据嘛，分析脑电图的这种模型也有，然后我们做这个磁共振分析图像那更成熟了，图像识别现在相对是成熟的，但是就是说这些模型它所测出来的还是很浅的，就是说刚才我们李老师也提到，其实人肯定是个多模态的，就是说我测到这个数据，它能不能跟它生物学机制或者它生物学行为，就是它跟表型要结合起来，不然的话，这种相关性的可能我觉得还是偏弱了一点。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脑接口其实是个基础工程，国家肯定要建，就是说我有了这电极，不管将来是在健康志愿者还是在病人身上，它相当于其实我是探测大脑。这块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们的成果哈。刚才你提到了这个灵长类动物啊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知道这个做一只猴子实验，一只猴子的价格是多少？贵了，都知道贵多少钱？你大概知道多少钱？现在有20吧？没有10几万吧？也降下来，10几万一只差不多。这个呢，原来我们当时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啊，原来第一想到的肯定也是灵长类动物。对。后来我们跟学生探讨这个过程中呢，就说，在这个器官移植领域啊，用的最多的动物是啥呀？猪。为什么用猪呢？因为猪的这个体格、体重，包括它器官的大小的比例，这是跟人最类似的。所以说现在用这种基因修饰过的，比方说猪肾啊、猪肝啊，都已经开始在这个人体上进行移植试验了。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啊？没人用过猪脑子，包括做实验。做实验都很少人用猪脑子。笨的做法吗？对。哎，你看这个呢，大家都认为猪脑子笨啊。我原来专门准备个视频，就是猪跟狗啊一起去抢食。这视频有时候我做讲座给大家放一下啊。猪跟狗一起抢食的时候，根本就没狗的地位，它抢不到。这猪抢到食以后呢，它会用身体啊把这狗咕咕咕给它赶走。所以说，你说猪脑子是笨的，这个我是不同意的。其实猪是很聪明的一个动物，它也是很爱干净的一个动物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思想方式也引起了我们对这个误会啊。那话说回来呢，为什么大家都去做猴子实验，不去做猪的实验？当然，猴子它是灵长类动物嘛，它可能跟人比较类似，是吧？的实验。当然，猴子它是灵长类动物嘛，它可能跟人比较类似，是吧？其实这只是一个原因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收集不到猪脑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猪的这个解剖学上来说，猪的颅骨厚度是人的4倍左右。你用传统的这个收集人脑电像脑电帽是基本上收集不到猪脑电的。对，所以说这个讲的核心就是最近我们开发一个新的技术啊，就可以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收集到不光是猪脑电，连猪的这个脑波变化，阿尔法、贝塔、西塔、伽马波的变化都清楚的收集到了。啊，这么好。对，所以说以后你不用花20万去弄猴子。那我到时候跟我们的中原结合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技术呢是叫什么呢？我们叫做隔空打印。隔空打印就是说什么呢？我刚才说马斯克你要开颅，要把电极植进去。我们呢现在不需要这个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呀？通过用针头啊，把这个液体注射在这个颅骨，或者是颅骨上面或者颅骨下面都行。注射进去以后呢，我们通过超声，这个超声可以聚焦那个点上，然后把这个导电，我们打这液体是导电的，给它固化，形成了这种电极的阵列，就直接测就行了。这个是。它在这个猪皮底下呢，首先它把外界的干扰信号进行了这么一个这个分离，第二呢，它可以直接就是清楚的收集到这个猪脑电。这样一来，当然我们这实验成功以后，我当时很激动，我说这样以后这脑电帽也用不着了，直接的这个胶一打一固化就可以测了。
那固化完好就好在固化完以后电极呢，我们再通过不同的超声波长，最后再给它降解掉，一点损害都没有。当时我们跟那个中国农科院合作，在北京做的这个实验哈，那个猪用完以后，我们再通过超声给它降解，那就都满地跑，一只猪花了800块钱。这是一个很有趣。对呀，当时我说这800块钱把猪给我们吧，当猪肉，后来我们就放回来。但是真的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至少您在北京是不是海捷亚实验室做的？啊，不是在那个中国农科院底下的那个畜牧所，对，畜牧所。当时张宏儒教授那边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，他们在天津有一个猪的养殖基地，对，在那儿做这个实验。但是做完以后，我们就很激动了。我说这个解决太多问题了。你首先猴子实验我们至少可以减少了，对吧？另外一个呢，你这个脑电报收集的信号很弱嘛，那我们这个方法它就清楚地收集到各种各样的信号了。所以这块呢，我也希望将来能够逐步落地啊，然后呢，逐步进行产业化。先来一篇稿子啊，对，稿子我们也是在一起，确实，这听起来确实就是编剧的上大谈就是要稿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们那个专利，从递出去到最后授权，总共用了3个半月。哦，就是完全新的一个概念，审核我们有个专利的栏目叫 Translational Patent。哦 ，Translational Patent 可以转化的专利，就是不是一般的专利。那可以啊，可以在上面去讨论一下。对，多了转了1.2个亿哦。啊，多了转了1.2个亿。谁转纳米胶束包裹这个紫杉醇这个药物啊，使得这个 complex 能够在那个肿瘤的失血的部位停留时间延长个1/3以上这个时间。哦，换句话说，它更大的抗肿瘤是个杀死肿瘤效果嘛？啊，是吧？这么1.2个亿，所以您可以考虑。可以啊，做个广告相当于是啊，对，因为我们也是希望，不管是科学发展，最后要应用在技术上。我们经常说科技，我们要建一个科技强国，不仅仅是要建一个科学强国，最后还要建一个技术强国，真正给咱们民生社会带来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才行，对吧？不仅是上游的科学，还是下游的技术，这些东西都要用起来，要用起来。所以说，你们临床就是一个下游端，那一定要把它。我们要申请做你的第一个客户去。欢迎，对呀，可以先体验一下，看看我们那个。因为讲到这个猪这块，我自己取过的，我取过猪脑标本，那个骨头是非常的厚，很厚，哇，一个人取好久，所以我这个深有体会。但是呢，猪脑确实是说有一种说法，它是确实跟人很接近。猪脑这个，它的脑沟脑回都很接近人的，其实它的脑沟脑回比猴脑还多，猴脑其实没多少脑回没多少脑沟，很光滑的。是吗？我都见过。我都取过。那从那个脑其实很光滑的嘛。对，猴脑表面光滑就是不够聪明吧，反正对。但是这就是说到神奇之处嘛。就我们一直认为脑沟脑回多是，但是平常那个猴是灵长类，是人类近亲，但它的脑沟脑回其实还没有猪跟我们更相近。你们比较过猪的那个这个解剖学结构，就是大脑的解剖学？我只看外观。对，它的体积确实还是蛮大的。比人的大多了。对，它有你说猪脑的，它有那个，它确实有这个，它比猴要大，脑沟脑回也多。那其实就说明猪其实不是猪脑子，不是聪明，猪还是挺聪明的，挺灵的。对，所以说讲到这些其实也很神奇的。你像咱们说养宠物，对吧？说其实宠物它确实对我们讲这种高级功能，说是人独有的。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怎么去定义这个高级，像这种情感。对，还有这种就情绪，其实我觉得动物也都有，都有。啊，你说有些这种，我记得有一次去公园，因为我是怕狗的，我自己不养，但是有一次一个小野狗，它就小流浪狗在公园到处跑，看到那时候我跟小孩都跑来跑去，很开心，大草坪，它也跑过来跟我，所以我说就是有些事情其实可能这个我们叫万物皆有灵，对，这个灵的定义呢，其实就像我们的万物都有它的 consciousness，它是有它的灵的。所以说我觉得李老师那个接口现在要解说灵是什么？但是机器人我就不相信它有灵，我始终不相信机器人。你再发达的那个我们叫做人质机器人、类脑机器人，我不相信它会有。那我们可以把生物芯片做成吗？做成一种生物脑，把它植到机器里。那它可以有情绪，它可以有记忆，这都没问题，有智力。但是你说这个机器人将来能做出有灵魂来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我觉得这个灵魂，这 consciousness 是不能够用物质来进行这种物质化的啊。对，像量子力学的感觉了啊，不看它没事，一看它可能就出问题了。对啊，你这个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力嘛，它就会引起变化，就跟我们做能量医学，
其实我们的起心动念它都是一个能量。那有没有可能啊？比方说泡到你们那个什么实验室里面，或者泡到你那个空间里面，不管20分钟还是10分钟，然后整个人就放松了，然后是啊，是啊，这种开心。是啊。所以说你们要是工作压力大了，他们赶紧就想欢迎你到 party 这个到我那儿以后，其实现在你就能一进去你就感觉特别强的能量里头。那你是用什么呀？是用磁场还是用了什么？还是我们主要是光电，还是给我们加热了一下？它主要是光电还有音乐这几个光和电，光电和音乐还有颜色一些视觉感觉。就是什么戴个 AR 眼镜在看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我们是通过三个那个投影仪，然后呢把这个图案和光打在那个四周的墙壁上，形成一个360度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光的布局，而且它那光不是简简单单的单色光，就像咱们那个封面设计师啊，都是图案的，它这个图案的变化呢，还要随着你的音乐的变化而变化，根据你音乐的频率，因为咱们中医有一个学科叫做音疗嘛。它把这个音疗呢跟我们的光结合在一块儿，然后对我们大脑形成这么一个干预。所以我们这个人也是有一个共感或者通感存在的。就比如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你闻不到那个味道或者看不见那个食物，你就觉得没那么香了。对，对的，是的。这我们也叫认知嘛。其实你这食物的感觉从哪儿来的？你视觉的感觉从哪儿？你听觉感觉从哪儿来的？这就涉及到另外你们吃的上面色香味，色是第一，对呀，是先能看到好吃，然后才有这个欲望，然后再闻到那个香味，然后才有想着去吃，然后最后吃下去才是好吃的，色香味俱全。对，然后也涉及到就是跟您这个理念比较相似。它这个中国传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，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你这几种感官加上你的意识，形成这么一个整体，我们形成对宇宙的认识。包括咱们说的味道啊、香味啊、音乐啊什么的，都是由这五个。说回这个，其实到医学上也有这类似的。其实咱们中医其实比西医从，其实中医在最早就强调这种，就是天人合一，其实就这个类似的观念。你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过度，不能单是某一种食物也不能过度，你爱好某一种事情也不能过度。其实我觉得跟现代科学就不谋而合的。对，它其实有共性的这里头。王老师，我们还有2分钟，总结一下。好。今后这些脑科学AI 这些怎么发展？人类会不会被干掉？后来怎么着？有什么想法？那我就先说两句啊，这个30秒。我这个预判啊，将来咱们这个社会啊，将来20年以后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将来我们这个社会的组成呢，我这么一判有4种人，我们就定义为人哈。第一就是咱们现在这种人。最主要的哈，另外一种就是咱们的具身机器人，各种各样智能啊，各种各样功能的机器人，炒菜的、做饭的、带娃的。对，然后呢，第二种人呢，第3种人呢，就是我们叫人机器人，就是在我们人的体内呢，会有大量的人造器官、人造骨骼、人造芯片。你的大脑可能有很多都是芯片，你的心脏也有可能有很多这个人造组织，而且会越来越多。甚至可能达到70%、60%的比例都有。我想到了那次，吓一跳，到时候换个猪脑就得了。对，换猪脑吃喝玩的多好。然后呢，第4种人呢，就是叫机器人人。机器人的概念就是说，在我们机器人本体上会有大量的人造器官，甚至它的大脑一部分也是咱们的利用这个组织工程培养出来的人脑。那我们这个机器人，比方说它的皮肤啊、它的笑容啊、它的心脏各方面有大量的人造组织进去。所以说，我相信将来20-30年以后，甚至可能会更快，我们这个社会呢会形成这么一个多种不同种类的人的一个共存。应该是只有我们这种人才会有身份证吧？别人不会有啊。那可不一定。那时候你没准身上带的好多东西都是机器了，也很有可能。那时候对，大概吧，我是这么一个预判了哈。很科幻，很有，而且很有可能，我觉得。我们拉回现实。好，谢谢。拉回现实。那我就觉着现在我们就在处在变革之中。我觉得脑机接口是探测人脑，然后大模型、人工智能将来会出现这种针对疾病的、更加个体的。所以这些事情，将来的医学肯定会变成更加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医学一直是有一个不确定性，医学是科学，但也不是科学，所以我们一直面临这个不确定性。但是这些不确定性，未来的话会有更好的模型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工具。所以我觉得以后的科学、以后的医学也跟李老师讲的是一样科幻。是，对，哎，好，你怎么想的，丁博士？我还要吗？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我觉得根据我们今天话题来看，我们的未来其实
有畅想未来的时候，也有回归现在的时候。但是我想的就是，科学是一个整体，在没有畅想未来的前提条件下，你现在也不可能有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。然后在没有现在给出的数据基础上，你也不可能有未来这么大的一个突破。所以我们整个科技还是是这种一个整体的交融的一个状态啊。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这1个小时的讨论也非常不知不觉之间感觉聊的还不够，我们想好，也欢迎各位老师，就是下次再光临我们这个也欢迎我们各位观众呢、听众有什么反馈想法，可以给我们写邮件或者是微信各方面进行这个交流，是吧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的这个第39次创新科普馆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次呢是第40次了啊。预播一下，我们下次在杭州，我们讲的那个主题是科学普及的作用和意义，相当于科普有啥用？然后邀请了浙大、西湖大学，还有包括浙江理工和那个韩电的这些老师们一起来聊一聊，大家都是年轻人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到此结束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朋友们。拍照。就这么拍吧。挡住了吗？那就把这个挪一下，怎么着？拿您的手机。